無論日常生活定內容創作，我哋對於手機拍片個要求都越嚟越大。你有冇諗過，而家我哋就算攝影知識係零，但係只需要一部 iPhone 同埋一支手機穩定器，就可以拍到專業級數嘅影片呢？Hello， 大家好，我係 Ron。今條片入邊就會睇下 Insta360 最新升級專為 iPhone 用戶設計嘅 AI 手機穩定器 Flow Pro。當然會望下佢究竟有啲咩特別嘅升級之外咧，仲會教大家點樣配合 iPhone 15 Pro Max 去拍攝一啲可以媲美專業級相機嘅內容啊！當中更加會有 Blackmagic Cam 嘅教學嘅。如果唔想錯過嘅朋友咧，記得要睇晒今條 video 啦，因為佢將會改變你對於手機拍攝嘅一啲印象啊！如果你想睇更加多旅遊同埋攝影資訊嘅朋友咧，記得要訂閱呢個頻道啦。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今條 video。咁上代 Insta360 Flow 無論係穩定性、追焦、creative 功能方面咧，其實個評價都係相當之高嘅。咁今代 Flow Pro 除咗繼承咗上一代絕大部分嘅優點之外咧，同上代最大嗰個分別就係今次加入咗 Apple Dock Kit 嘅功能啊，即係話無論係 iPhone 內置嘅相機 App， 又或者係一啲第三方嘅拍攝軟件，都可以實現到人物追蹤嘅功能。咁首先就同大家開箱望下今日嘅主角 Insta360 Flow Pro。咁一打開咧，其實已經見到呢個 Flow Pro 嘅背面啦。咁一拎上手咧，其實呢一個已經係佢個真身啦。右手邊咧就有一紮嘢嘅。最後呢個盒裏邊咧，我哋有個磁石嘅手機夾，之後有個 Gimbal 嘅保護套，同埋有個袋仔裝住嗰部機嘅。最後就有 USB-C 嘅線啦，同埋當然係說明書啦。咁呢一度咧就係呢個盒裏邊包含嘅所有嘢啦。首先喺 Flow Pro 上面咧就加入咗 NFC 無線連接嘅功能啦。要將佢連接到手機咧，我哋先可以用到 Apple Dock Kit 嘅。咁個方法係好簡單啦，將部手機嘅背面咧貼近支穩定器 NFC 嘅標誌，手機就會自動 connect 去 Flow Pro 噶啦。之後要做嘅就係裝翻個磁石手機夾，再打開支穩定器，其實就可以即刻開始拍攝噶啦。咁當然今代嘅 Flow Pro 上面都有齊晒上一代所有嘅功能啦，例如中間嘅模式切換轉盤、內置延長杆同埋延長三腳架等等，可以話係一機在手咧，唔使再加任何配件咧，都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咁開啟咗穩定器之後咧，其實只需要按下穩定器前方嘅按鈕就可以開始追蹤人物㗎啦。喺呢個時候，穩定器上面就會着咗綠色嘅追蹤環形燈啦，佢係今次其中一個最新嘅更新嚟嘅。當佢着咗嘅時候咧，即係代表我哋成功追蹤到主體，再撳多下就可以取消追蹤噶啦。咁呢個時候咧，綠色燈就會關閉啦。咁我覺得呢個功能可以幫到我哋拍攝啦，俾大家更加快知道自己係咪用緊呢個追蹤嘅功能。咁喺追焦方面咧，今次除咗 Apple Dock Kit 之外咧，其實都用咗 Deep Track 嘅 3.0。喺追焦方面嘅表現咧，其實 Flow Pro 有個好明顯嘅升級，就係做到360度嘅跟蹤啦。比起任何一支手機穩定器咧，都係多好多嘅。其實嗰個 angle 係360度啦，咁同我哋以前用開嘅一啲手機 stabilizer 咧係相當之唔同嘅。咁啊，以前我哋嗰啲咧係去到某個 angle 就會停咗啦，但係咧呢一支咧其實係無死角嘅，即係咧我哋個主體去到邊度咧，佢都可以好成功咁樣就跟到焦咯。即係360度，無論任何一個方向，佢都係冇問題嘅。而喺負重同埋穩定性方面咧，我覺得喺咁多支手機穩定器入邊咧，佢都係最出色嘅。就算係跑緊嘅時候用，唔同姿勢去用，佢都可以維持到一個咧相當之出色同埋相當穩定嘅表現。好難想像咧，我哋喺手機穩定器咧都拍到呢一種咁穩定嘅畫面。咁唯一咧就係電量方面，佢雖然比上一代係輕咗少少啦，但係續航力咧就比上一代嘅 Flow 少2小時嘅。其實我覺得咧用落都唔係相差好遠嘅啫。講完佢嘅更新同埋基本操作之後，就要同大家講下點樣應用呢支手機穩定器啦。咁各位睇得阿 Ron 嘅 channel 咧，當然係想將自己影嘅片咧變得更加專業同埋更加靚啦。所以廢話唔會多講嘅，亦都唔會同大家試好多好無聊，你哋求其上 YouTube 咧都睇到嘅功能。今次就會教大家用一個專業用家都會用嘅方法去提升你哋影片嘅質素。要喺 iPhone 上面實現到最專業級嘅拍攝，其中一個我會極力推介大家用嘅 app 咧，就係 Blackmagic Cam 啦。咁有追開嘅朋友咧，其實都可能記得我以前曾經講過佢一啲嘅好處嘅。不過我就一直抽唔到時間咧去專登出呢個 Blackmagic Cam 嘅教學啦，所以唔好理咁多啦。今次咧就會好快咁樣同大家講下佢嘅操作同埋一啲最佳設定究竟係啲乜嘢，俾大家一步到位就可以用到呢個 app 配合埋 Insta360 嘅 Flow Pro 一齊去拍片。
咁入到主畫面咧，其實所有設定同埋操控都係好簡單。喺畫面上方有基本嘅設定，我哋可以喺度調校鏡頭焦段、影片格數同埋手動曝光等等。不過手機拍片咧，當然我哋就係貪佢夠方便，所以咧最好同埋最簡單嘅方法都係用自動曝光。咁好簡單咧，我哋點選一下個屏幕就可以做到一個對焦，然後長按一下咧就可以鎖定焦點同埋畫面嘅光暗㗎啦。當我哋鎖定咗之後咧，拍片時候嘅光暗同埋焦點咧就唔會成日轉變啦。咁嚟到最重要嘅步驟啦，亦都係佢比起原生手機 App 最強嘅一個地方，就係用 Apple Lock 去拍攝啦。咁 Apple Lock 嘅長處咧，其實都唔使我多講，我喺以前嘅 video 咧都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啦。咁佢可以拍到最似專業相機嘅 Lock 格式，俾我哋喺後製嘅時候咧做到最靚嘅色彩。我哋可以去到右下角設定，喺第一格 Codec 嗰度，喺度非常之重要，我哋會用 Apple ProRes 422 LT。咁 Apple Lock 咧，其實可以拍到最靚嘅畫面之外咧，其中一個最嚇親人嘅地方咧，就係嗰個容量好大啦。但係 Blackmagic Cam 入邊咧，我哋就可以用到容量比較細嘅422 LT 格式啊。咁我自己就測試過啦，其實佢同普通手機 App 嗰個 ProRes Lock 咧個分別唔係太大嘅。但係今條片入邊咧，我哋就唔會深究佢哋嘅分別啦。總之順落用422 LT 咧就最啱噶啦。咁之後去到 Resolution， 當然我哋係 4K。Color Space 要用翻 Apple Lock HDR 嘅，如果唔係我哋拍出嚟嘅 Apple Lock 咧就會變晒色噶啦。咁其實我哋透過 NFC 同 Apple Dock Kit 連接咗 Blackmagic Cam 之後咧，我哋喺3個鏡頭上面咧，其實都可以實現到人物追蹤嘅功能嘅。咁基本上唔需要任何技巧，就算係新手都可以做到一啲我哋以往比較難做到嘅鏡頭啊。咁當然我哋拍攝嘅時候咧，其實對手都要保持穩定啦，同埋喺 Dock Kit 追蹤入邊，我哋移動嗰個幅度咧，其實都唔可以太大同埋太誇張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佢比較適合拍攝一啲靜態嘅活動啦，例如普通嘅步行咁樣，佢個效果咧就會做得最出色啦。因為 Flow Pro 喺3個鏡頭上面都支援到 Dock Kit 啦，所以咧大家可以善用唔同嘅焦段去拍到更加多角度嘅內容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就係被攝者同埋拍攝者咧個移動幅度唔可以太大同太誇張啦，佢個效果先會最完美嘅。咁除咗拍攝人像之外，喺13mm 嘅廣角鏡上面，我哋可以盡量拍攝一啲大環境，俾觀眾知道你所在嘅環境，帶出一種宏偉嘅感覺啊！用咗 Flow Pro 之後咧，當然可以增加畫面嘅穩定性，去輕鬆做到喺屏幕上面呢一種嘅平移鏡頭。咁 24mm 就係主鏡頭嘅焦段啦，佢嘅光圈係最大，所以夜晚個表現咧會係最好嘅。如果光線唔夠嘅情況下咧，用佢當然就會最適合啦。而用佢去拍攝一啲主體咧，其實都會最 sharp 同埋最靚啦。所以絕大部分時間咧，其實大家都應該要用呢個 24mm 嘅。咁去到48同埋120mm 咧，就係一個比較 close up 嘅焦段啦。除咗有利我哋去強調畫面入邊嘅物件同埋人物之外咧，我哋都可以用佢去加強背景嗰個壓縮感嘅。咁所以咧，拍攝人像咧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選擇嚟㗎。咁要首先同大家講明嚇，用 Apple Lock 嘅色彩咧，其實會偏向灰調嘅，因為佢個顏色咧係必須透過後期去做到一個最高嘅畫質啦。但係 Blackmagic Cam 入邊咧就有個功能可以幫我哋預覽同埋直接套用到 LUT 去拍攝。咁入翻 Blackmagic Cam 咧，我哋去到 LUT 嗰度咧，其實可以將 Display LUT 開啟。咁之後咧就可以選擇色彩嘅預設啦。咁喺畫面嗰度嗰啲都係我專為 Apple Lock 去研製嘅一啲預設啦，俾大家拍片嗰時咧可以做到一個預覽，方便大家去做後製。除此之外咧，其實喺 Blackmagic Cam 入邊咧，你哋都可以直接套用呢啲預設喺你嘅影片上邊。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將佢當成一個濾鏡啦，方便大家唔使再做任何後製咧，都可以直接出到專業級嘅色彩。咁我喺上年咧，其實已經為大家研製咗一套咧調色嘅預設，咁入邊咧有一套9個嘅顏色啦，套上去就可以做到同我 video 一樣嘅色彩噶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去留言欄下邊嗰條 link 嗰度咧望下我呢啲預設啦。而另外今次 Flow Pro 嘅新品上市咧，我都為大家爭取到一個價值199蚊嘅補光燈啊，作為限量嘅贈品啦。咁又係啦，用下方 Insta360 嘅連結去購買呢個 Flow Pro 咧，就可以跟機附送噶啦。名額係先到先得嘅，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啦。咁如果你對於畫面嘅追求冇我咁誇張，同埋又想更加方便去做到智能化拍片嘅朋友呢，其實都可以用翻 Insta360 嘅 App 去做一個拍攝嘅。咁當然喺呢個 App 入邊咧，大家淨係可以用到普通嘅色彩啦，但係就有更加多唔同嘅自動功能同埋教學俾大家去使用嘅。而喺360呢個 App 入邊咧，個追蹤功能亦都會更加完善同埋迅速啦，所以咧係好啱新手去用嘅。
之後今代亦都加入咗動物追蹤嘅功能啊，所以唔單止係人類㗎，而家連其他嘅生物同埋唔同嘅主體，我哋都可以喺呢個 app 嗰度追蹤到。之後當然都有其他我認為係唔錯嘅自動拍攝功能，例如 time lapse 同埋 hyperlapse 等等嘅。咁都可以增加翻我哋條片嘅趣味性啦。咁去到最後，亦都有 AI 剪輯嘅功能啦，只需要一步就可以將我哋影過嘅 clips 咧生成一條完整嘅 video 啦。咁佢對於新手嚟講咧，都係一啲非常之實用嘅功能嚟嘅，減低咗影片製作嘅難度啊。咁頭先就講過 Blackmagic Cam 同埋 Insta360 嘅 app 啦。咁其實邊個 app 會比較啱大家去用呢？咁我覺得如果你對於影片拍攝係冇咩知識同埋冇咩概念嘅話呢，其實360嘅 app 咧會比較啱你啦，因為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功能係360獨有嘅功能嚟嘅。另外仲有唔同嘅教學等等啦，亦都可以俾新手咧更加輕鬆啦，就可以用到入邊唔同嘅功能啦，可以話係更加入門嘅一個 app 啊。而如果你想將 iPhone 嘅畫面提升去到另一個層次嘅朋友咧，其實就可以善用 Blackmagic Cam 啦。咁因為 Flow Pro 嘅推出啦，佢唔單止再係一個拍片嘅 app 啦，而係可以配合 Dock Kit 一齊去追蹤主體啦。所以如果你就算係新手，又或者對於穩定器個操控唔太熟悉嘅朋友咧，其實嗰個使用難度咧都會大大咁減低嘅，俾大家更加容易咧就可以拍到一啲專業級數嘅影片。另外當然佢係可以拍到 Apple Lock 同埋 file size 比較細嘅422 LT 格式啦。呢樣對於新手嚟講咧，都係可以減輕好多嘅負擔嘅。所以 Flow Pro 再加埋 Blackmagic Cam 咧，亦都會係我未來拍片 iPhone 必用嘅選擇啊！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要去下邊留言欄嗰度望下呢一支 Flow Pro 嘅穩定器啦。佢個價錢咧係1199啦，但信我，如果你中意用手機拍攝嘅話咧，呢一支手機穩定器一定唔會令你後悔嘅。再提多次大家啦，買嘅時候咧，其實係會跟機附送呢個價值199蚊嘅補光燈嘅，名額先到先得，記住啊嚇！咁今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有啲咩問題咧，歡迎喺下邊個 comment 嗰度同我講下，亦都要記得訂閱埋呢個 channel。我係 Ron，我哋下條 video 再見，拜拜。